中国的话剧，也可以说是中国人走向世界，把它拿来了。故事的开始要从大三巴说起。1553年，有一支葡萄牙商船队来到广东沿海。当时的欧洲深受殖民文化的影响，世界皆是玩家。葡萄牙10任皇室都因被马可·波罗传记中瑰丽的东方文明所吸引，于是便有了将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纳入囊中的想法。这些人谎称是进京特使，要求登陆此地铺晒船舱里的货物，同时重金贿赂时任广东政府，骗取信任，借此登陆澳门。这趟打着谄媚的旗号，却实际充满侵略性的旅程，或许成了中国近代史苦难的先兆。上了岸的葡萄牙人像任何一种远离他乡的原生动物一样，尝试着将周围的环境转换成自己熟悉的模样。1594年，葡萄牙人建成了宗教入侵的里程碑式建筑圣保禄大教堂，又名大三巴。为了能够更好地传播基督教义，让圣光照耀进这片全新大陆人民的心中，澳门圣保禄学院就此建成。在澳门圣保禄大教堂建成后的2年，这所西式学校举行了一场表演，主角由1年级老师担任，其余的角色由学生扮演。剧情讲述了信仰如何战胜了日本的迫害。本计划在学院门口阶梯上进行了演出，没想到竟然吸引了全城百姓，把大三巴里里外外围的是水泄不通。当时的演出抛弃了中国传统的戏曲形式，而反映澳门人民顽强抗倭的剧情也摆脱了宗教剧的框架。或许这便是中国与西方戏剧的第一次正面接触。又隔了数百年，大不列颠的铁炮终于在1840年砸开了清政府的大门。清朝官员听着80万清军在2万英军的火力下噼里啪啦的落水声中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。由此，欧洲面孔也在港口城市逐渐多了起来。按道理说，外国使节纷至沓来，应该加剧中期融合速度。可道光皇帝还是闹出了笑话：英吉利与伊犁有旱路可通。不好意思，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们早就凭借着自己的科技，可上9天揽月，可下5洋捉鳖了。慈禧太后拿着金钗，镯着糕点，想了想，既然西方如此神奇，那不如就派遣几个有识之士去造访一下呗。但又放不太下天朝上国的脸面，于是准备集思广益，征询大臣意见。恭亲王奕欣想法比较超前，觉得应该礼尚往来。欧洲人都来中国了，那中国人当然也能去欧洲啦。为了筛选人选，他定了3个硬性标准：一，必须是根正苗红的奇人，人品要好；二，知书达理，不然出访外国可是要给天朝丢脸；三，脑子得好使，遇事能够灵活机变。奕欣将这3个指标发给指派的官员，哪料那些个官人一听是要去异邦，个个蹲下起来就头晕，一夜之间仿佛集体性更年期。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罗伯特·赫德是个中国通，他深知当时中国人民死要面子的习性，于是便在后面加了几个 clarification， 出访无非去学习，不必太过拘礼。那到底是谁最后脱颖而出了呢？请听下回分解。